照片上这个人名叫徐波，北京阜外医院导管介入室的主任啊。5月16号这一天，徐波原计划要到欧洲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结果就在出发之前，徐波突然失联了。他的家人找不到他了，他的同事也找不到他了。后来有媒体打他的手机也联系不上。2天之后呢，有媒体跟阜外医院联系，阜外医院也不知道徐波去哪儿了。一直到5月31号，徐波的下落终于水落石出。他被山西长治市的纪检委带走接受调查了。6月1号这一天，北京阜外医院在自己的网站上也公布了徐波被纪委带走调查的这个事实啊。应该说徐波被带走调查，在京城的医疗圈引起了一场超级地震。为什么呢？主要2个原因。第一，阜外医院大家都知道如雷贯耳，大名鼎鼎是中国心血管界排名第1的医院。中国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心血管这个区域内的保健和手术几乎全都在阜外医院。那阜外医院这种大3甲医院的科室主任过去是几乎这个级别的人没出过事儿。我过去曾经讲过，中国的医疗圈子水很深腐败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北京这些3甲医院的科室主任，一年收个1000万，非常普遍但是过去你再怎么调查，几乎没有到这个层级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科室主任也都有很深的人脉你想，有的动不动就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病吗？所以你一般的公安机关、一般的纪委部门能动得了这些人吗？动不了嘛。所以徐波这次出事让很多人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级别的科室主任能进去就说明这次来头不小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江湖上都传言这徐波涉案的案值非常高，说是有12个亿怎么计算的呢？就徐波他领导的这个阜外医院的导管介入室一共有53个员工，每年要做4万例导管介入手术。4万例你要是一个手术放一个支架，那就是4万个。那其实肯定不止放一个平均假如说要平均放1.5个，一年6万个支架。这支架进口的支架平均一个1到2万块钱，国产的便宜，现在集采之后这1000块钱左右但是在阜外医院这种级别的医院做导管介入手术的用国产支架的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所以你可以看了就这一个导管介入室一年光支架这一项的这个货值可能就有5、6个亿。那这个器材类一直来说都是这个回扣的重灾区，比例也比较高30%起步，高的可以到50%。那你可以算，就这一个科室一年就这一部分，光是支架这一部分的回购额可能就1、2个亿了。当然这个钱不可能全给徐波一个人你徐波还要跟具体的医生来分嘛。但是过去你这已经有做了20年了，你想想这累计起来的案值可能真的是个天文数字。具体徐波涉案到底有多少钱咱不知道，将来要等纪委公布但徐波的涉案金额我猜大概率肯定是数以亿计，肯定不是几千万级别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最近国内的医疗行业正在进行一场反腐风暴中纪委现在正在进驻国家卫健委，而全国各地所有的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纪委和当地公检法部门联合的这个办案下跟公立医院进行了一场反腐风暴据医生们讲现在几乎是这么的操作根据医生你自己科室的特点以及过去10-20年从业的经验，让这些医生自己来交钱，把你过去收的医药代表的回扣先主动交出来，每个人都得交，有一个基本数额。比如说骨科那你3甲医院一个人先交30万，是吧？你交不交？如果有些人要是不交，认为自己很干净，要重点查这个人。你不是认为你干净吗？一旦要查出来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所以现在医生人人自危另外，据现在公布今年以来公立医院的院长全国已经被抓起来150多个了。当然我看了一下，这150多个基本都是小虾米就医院的规模都比较小。但正式的大医院，比如说像湘雅医院、华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武汉大学附属医院、北京的协和附属医院，这些院长还都没抓你说这些院长没事吗？我相信肯定有事儿，他们的这个金额肯定涉案更大，只是要看未来进一步这个反腐风暴延伸到哪一个程度
查且很查，每天进去一个院长。分地区来看，南方省份的反腐力度整体强于北方，其中广东、四川是反腐力度最强的地区，两省分别有36位、33位被查，合起来约占全国总数的44.5%。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医院书记、院长被查的同时，还有诸多医院科室主任以及多家药企上市公司高管落马。显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反腐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这些关键少数人员，而且还是行贿受贿一起查。另外，中纪委最近2天也公布了这么一个案子，云南省有一家公立医院，是吧？进口那种叫电子加速器吧，是一个放疗化疗的器械啊，1500万块钱的成本，进货价3200万，其中1600万被这个医院的院长就给贪污了，就给收了回扣了啊。所以呢，就现在你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公立医院都在这么整肃啊。同时，对药厂和医药代表呢，现在也开始亮剑啊。公立医院里普遍要装高清摄像头啊，这个摄像头的内容要保留90天，而且没有备案的医药代表，你如果进医院的话，可能就违规了，就直接抓起来了。同时，要对各个药厂的医药代表啊的档案材料进行清查，因为过去中国据说这医药代表的档案资料一共就只有20年，从2003年才开始有，20年的材料翻出来，给医生的这个访问记录啊，找他们去送钱啊，只要查出来，一律让他们按图索骥都交出来。所以搞得现在药厂啊，现在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几天中国的医药股啊全面在暴跌。那中国医药股的一哥啊，就恒瑞医药啊，前几天的股价从50块直接跌到38，因为江湖传言啊，恒瑞医药的这个董事长孙飘扬啊被失联了。结果吓得恒瑞医药赶紧出来澄清啊，说没有，我们恒瑞医药啊，从总公司到下面的分公司啊，没有违法违纪的啊，大家不要乱传啊。但是仁孚医药紧接着就出来说了，不好意思啊，我们的董事长的确被抓起来了，正在进行这个立案调查。仁孚医药在中国国内啊也是上市公司，它的规模也不小啊，它的总部在武汉，它的麻醉产品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还挺高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一次的反腐风暴啊，给人的感觉确实跟以往不太一样。我过去讲过啊，就中国的医疗行业的腐败是个系统性的。全世界最有钱的医生就在中国，我过去讲过这期节目嘛，很多人还不服啊。你可以看呀，这次反腐之后，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啊？所谓系统性腐败，就说这个行业中间几乎所有的人全都违法犯罪了。没有干净的，这个在中国你要想找一个跟医疗行业相媲美的行业，你还找不到呢。我们虽然说中国的政府也腐败但中国政府腐败主要集中在官员上，他手上有权力的。你没有权力的那些官员，其实也挺苦逼的。他们实际上平时收入也挺低，还要加班，责任也很大，但想腐败还真没什么权利，没什么机会啊。但医疗系统不一样，医疗系统是院长是大贪。随便一个公立医院的院长挨个抓起来，我觉得没有所谓例外的，没有冤枉的。科室主任是中贪，那么现在媒体也报道了，现在一款药进入到国内的大3甲医院，科室主任平均要收100万人民币。那么医生就是小贪，因为医生呢拿医药代表的回扣，那医药代表根据他们的这个处方开药的额，给这医生定期送钱，那就形成了整个这几百万从业人员人人犯法、人人犯罪的现实。这个利益驱动和这个关系网的这个影响，我也对这个东西很有体会。这个确实关系网太厉害了，很多的医生的后面都有看不见的手。这就是中国的医疗市场的现状嘛啊！当然，这个现状不仅仅是它是一个腐败啊，它最终导致的危害性啊，它其实还带来了一个过度医疗，因为医生他不是按照患者真正需要治疗的那个内容去给你提供药品和治疗方案，而是按照谁给我的回扣高，我呢去给患者开什么药，我给患者提供什么服务。那最终导致什么呢？导致患者做了大量的没有必要的手术，吃了大量的没有药效的药，吃了很多完全没有必要，甚至对这个患者没有好处只有坏处的药。这就是中国医疗市场嘛，形成了一个人人腐败，又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人人互害的市场。所以医院呢，
呢，它就是通过药、通过器械耗材检查，从这个缺口里面来创收，挣了钱你才能给你的医生和护士发工资，因为医院之间都是在竞争的呀。如果你的工资奖金发的少的话，你的人可能就被别人挖走，刺激医院必须要使劲的创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就这一次的反腐风暴啊，到底有没有可能根治中国的医疗市场的这种所谓系统性的腐败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来讲一讲，就是在这个腐败过程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就叫医药代表。因为中国所有的医疗腐败的中介就是这个医疗代表。那医药代表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先讲一讲医药代表的故事啊。医药代表啊，实际上最早来源于外资企业。大家都知道，国内有一家药企叫西安杨森。这杨森呢，它实际上是美国的强生公司在中国设置的一家合资企业啊。这强生公司在国际上是知名药企啊。它到中国设置药厂之后呢，当时的中国医疗服务水平非常低啊，大量的赤脚医生啊，在医院里当医生啊。说句实在话，当时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跟现在的北朝鲜也差不多少啊，患者的死亡率也非常高。有的一个大的三甲医院，整个药房只有300种到500种药，所以治疗水平低，患者的死亡率也高啊。那强生到了中国之后啊，他这个药品要给中国的医生啊去推广，他面临2个需要。第一个需要啊，就是学术教育，要告诉中国的医生这个药为什么对患者有好处，你怎么使用，怎么合理的使用，使用过程中间如果要是有不良反应应该怎么处理，甚至还要收集这些不良反应啊。这是一个方面，被称之为学术需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品牌推广的需要，就是希望医生尽可能的多用自己的药。那因应于这2种需要之后，强生就组建了自己的医药代表。当时的医药代表要求还很高啊，要求你比如说医学本科毕业，有的还要求你有医学从业经验，因为你需要跟医生做沟通嘛，跟医生沟通之后，告诉你这个药，你必须得双方能听懂啊。所以呢，强生是把医药代表这样的一个制度带到了中国。早期的时候还比较规范啊，你比如说你学术需要这一部分啊，在药厂是由医学部来负担的，他会通过赞助一些学术会议啊，培训这些医生啊怎么使用药物啊。而那个品牌推广部分是由市场部来负担的，这市场部呢就希望医生更多的能够开自己的药嘛。但是后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啊，中国国产的药企开始崛起啊，这个时候市场风云突变了。因为中国的药厂啊，跟国外这些大药厂不太一样啊，它实际上没有原研药。那么中国的药厂生产哪2种药呢？第一就是中成药，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片仔癀最近也被抓起来了，不是老总啊，是中间的一个高管啊。就这些药啊，中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经过临床检验嘛。所有的中药，说句心里话，它的药效都成疑。大多数中成药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你吃了以后，所以它需要什么学术推广？不需要嘛，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是生产仿制药，就国外那些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仿制药嘛。所以中国的药厂其实是没有学术推广需要的，但是呢，它有非常强的市场推广需要，于是他们也组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医药代表体系。这个医药代表啊，就开始发明了一种制度，叫代金销售。什么叫代金销售啊？就是说你医生你开我这个药品，我就给你回扣。这个回扣额呢，一开始是比较低，10%到15%，后来就越来越高，到30%，甚至有夸张的到50%到70%的都有。我们这里进口的材料15%，国产的材料20%，你不拿，这个可能真的需要一个坚强的内心。就是说，人有个从众心理的嘛，几个人住在一起，10个人、8个人，这个拿的这个口袋里鼓鼓的，1-2个人没有，那这个心里。1次逃得过，2次逃得过，3次他肯定还要去拿。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电视上天天打一款广告，叫39胃泰，记得吗？这39胃泰啊，当时还请了李默然做广告啊。干我们这行，生活没有规律，不少人患上了胃病。39胃泰是治胃病的良药，我们应该认准深圳南方制药厂独家生产的胃病良药39胃泰。他当时给每一个医生开处方的时候，一盒就给医生1块钱的回扣。那个时候医生啊，收入水平也很低，一个月几百块钱。你想想，开一盒39胃泰就给1块钱的提成，那医生还不疯了给你开这个39胃泰吗？
那你想想三九派，实际上对人治疗胃病是一点用都没有，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啊。最终他就把整个中国的医药市场完全带坏了，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药品要是不给医生回扣的话，你其实是医生不会给你开的，你连医院都进不去。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啊，我们开始搞药品采购，药品采购之后呢，药品的有的价格下降的非常多，下降的多之后，那药厂就没有办法给医生回扣了吗？那格拉速史克有一个抗病毒的药物啊，原先那个价格就是1400多块钱，集采之后变成500多块钱了，结果呢，进不了医院了。进了医院之后，医生也不开了。结果格兰素史克这款药物在2015年这一年，在全国销售量大跌20%。按道理来讲，你价格下降了，你应该这个卖得更好，对不对？在中国正相反，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给医生回扣了，医生就不给开了，这就形成了一种逆向淘汰市场所以中国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腐败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医药代表就是这么产生的。当然，更高级的那就是那些器材进医院呢，那这个那些科室主任的院长收钱，就像中纪委公布的那一次，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说，心内科、心外科、神经内科，基本上所有科室都覆盖了。对，还有很多。整个链条最后的利益，真正埋单者就是我们的这个患者。相应的，我们现在有社保报支的也多了，我们社保就是也相当于把这个冤枉钱花到这一些不需要开的药的身上。对于公立医院来讲呢，它也存在两个问题就是由于中国医院都是公立的嘛，所以它的医疗服务的价格长期以来是扭曲的。比如说挂号费，长期以来就1块钱，后来涨到5块钱，现在稍微高一些了比如说涨到了20块钱、50块钱那么这个水平确实是太低了那么就导致了它的医疗服务价格是扭曲的，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政府对医疗方面的投入不足。你既然说你的医疗服务价格是比较低的，那你总要通过政府的你的拨款，让医院能够维持它的医疗体系的运转吧。但是政府也没做到，这个有数据体现就是中国的公立医院政府拨款和它医疗服务的收费只能达到87%，还有13%，它实际上靠医院自筹。那医院自筹怎么筹呢？就发明了这么一个以药养医的体系简单就是一句话，医生只能靠治疗来赚钱。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废话吗？医生不替人治病还能干嘛呢？但是如果让一个卖伞的人来控制下雨，将是细思极恐的事情。那最终就导致了一种错位激励。那医院呢，就希望通过药品给病人更多的开药，然后呢来提高医院的收入嘛。那跟你患者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个药品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所以呢，这就是中国医疗系统变成一个系统性腐败的一个内因和外因。那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是那这一次的反腐风暴到底有没有可能根治中国的医疗系统性腐败呢？我个人认为听完我刚才的分析你就知道了，运动式的反腐可能会抓一批人，但这种抓一批人呢，它解决不了系统问题。你就比如说中共高官的腐败吧，那中纪委王岐山当纪委书记的时候抓了多少人呢？那几年抓了100多个部级干部，那腐败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对不对？你现在还在看，不停的在抓吗？所以本质问题是要建立一种这个公开的制度的反腐机制。对于医疗行业来说，我个人觉得需要具备这么几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就是要适当的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公立医院本身虽然说你要有公益性但公益性你可以通过医保最终把它的价格变成了一个分担体系体现出来。但是你这个价格本身不应该偏离市场太多，如果你偏离市场太多，它就必然带来一种寻租，而寻租就是腐败的根源。其实消灭腐败最好的方式就是消灭寻租。如果要是没有寻租的空间了，其实腐败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拿了统方还是要去给医生那个回扣的嘛，让医生开单多开一点，开单少的他也会去公关一下。比如说有的只开10来盒，然后过了2个月都开了100来盒了，那这个变化肯定是公关的效果嘛。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就是要改变以药养医的体制，
要彻底做到医药分家。你像我在日本看病啊，日本实际上医院是没有药房的，除了那些现场必须注射的药物啊，比如说我去看牙医啊，他给我清理这个齿周病啊，他需要在口腔里打麻醉药，那这个麻醉药啊，医院是禁的。除此之外啊，医院所有的药都必须你去到药房里去自己去买，医生只给你开一个处方，而且这个处方只有药品的通称名，它并没有规定这个药品你必须买哪个药厂的啊。然后呢，也不会指定哪个药房去买，所以医生跟药厂之间就彻底断了这样的一个利益方面的关联性。那也就是说，药厂不可能通过医生的处方去给医生去补贴，那这个时候医生才会根据患者的实际需要去开药嘛，他就不会根据处方给他带来的好处去开药嘛。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中国的公立医院要想解决系统性腐败，必须把所有的药房从公立医院搬出去，变成独立的药房。也就是说，药房之间的利益必须跟医院完全隔离开，这是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啊。第三点，我觉得要适当的提高医生的收入。中国的医生啊，现在在腐败的体系下，它本身价格确实也是扭曲的啊。就是那些科室主任拿了太多的钱，那个医院的院长拿了太多的钱，而且他们这些钱都是腐败的，并不是说他们自己该得的收入啊。但是的确，刚入职的医生，尤其是那些规培医生、住院医生啊，他们的收入水平又太低了。因为医生这个行业的确有一些特殊性啊，就是他职业培养的年限太长。你经过9年的医学教育，进入到医院也得从住院医师开始做起嘛，你也没有处方权。等你有了处方权，外科医生有了独立的手术权，你可能已经35岁了，甚至到40岁了。但在这之前，正是一个人生过程中间最需要花钱的地方。如果他们的收入特别低，那么其实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自己的职业成长还是自己的生活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要让这些刚入职的医生拿一份相对还不错的收入啊，我觉得是中国政府需要考虑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择。否则这些人一旦要是拥有了处方权，他就会拼命的贪，要把过去那么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受苦受难的这么一个经历啊，要变成疯狂的摄取过程，才形成一种补偿嘛。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改的。但是我这里头也要强调一点啊，很多医生都在讲说，为什么医生会腐败，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太低，他们经常会拿跟国外同行去相比。我觉得这种观点也不对，因为中国啊，你的整个的工资水平，你应该类比的是中国其他行业的人，而不是说国际同行。因为中国整体的收入水平，你不可能跟美国相比嘛，那你就不能跟美国的职业医师去比绝对收入。你应该比的是什么？在中国的公立系统中间，那些教师的收入、警察的收入、其他的公务员的收入，那么中国的医生水平呢，跟这些人的收入应该说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医生啊，由于他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专业门槛高嘛，终身学习嘛，他是应该比其他职业稍高一点。比如说他可能比警察应该高一些啊，但是他也不应该太离谱。为什么现在很多医生认为他们收入低才是腐败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把腐败的收入已经看作了自己合法的收入，他们不认为这个就是他不该得的。有些医院是整个科室一起做，大家心里都知道，心里都有数，认为法不责众嘛。一个人之所以愿意腐败，不是因为收入低，而是因为缺少监管。因为过去长年以来，中国医药系统的系统性腐败导致了这些医生拿钱大家都理所应当，而且没人抓没人管，这个才是医生大面积腐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而事实上，那些医药代表给医生的那些服务还不仅仅是给钱呢。北京有很多小区里头就是医生那个医院附近的小区里都住着医药代表那些医药代表都做什么？他们还给那个医生买菜、看孩子、接送孩子，甚至女医药代表跟那个医生去睡觉，这都是行业尽人皆知的秘密出差的时候给他们订机票、订头等舱、订商务舱。那心血管界有一个院士，名字我就不讲了，2个老婆全都是辉瑞公司一家的医药代表。
你想想，这正常吗？显然也不正常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反腐败本身拥有十足的正当性，你不能因为你所谓的你认为的收入低，就成为你腐败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中国政府的所有的官员腐败不也都有理由了吗？他说我收入低，我跟美国的政府官员比起来，你看我就不如美国总统拿得多，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腐败呢？当然不可以了。所以这个行业的问题应该通过公共政策的讨论进行系统性修订，但是这个行业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医生腐败的理由。只不过我们希望就是这样一种反腐，它应该是整个制度体系的变革，而不是这种运动式的这种所谓的反腐。因为前者改变的是游戏规则，最终呢也是改变了这个行业中间所有的人，而后者呢只能抓一批典型，树一个这样的样板，最终对改变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无济于事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查且很查，每天进去一个院长，显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反腐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这些关键少数人员，而且还是行贿受贿一起查。还是要去给医生那个回扣的嘛，多开一点，开单少的他也会去公关一下。所以说心内科、心外科、神经内科基本上所有科室都覆盖了。对，还有很多。医生只能靠治疗来赚钱。如果让一个卖伞的人来控制下雨，将是细思极恐的事情。跟我谈什么说呢？你看看，你们有意思，慢慢来，慢慢来，什么都没弄，天的不怕，跟谁干了？这已经不拍照了，这老太太腿有什么毛病？说了吗？